哎呀，最近的拍品里啥好东西都没有，真扫兴。知足吧，最近几大宗门四处搜刮宝贝，能剩下点就不错了。啊，四大宗门这是要……嘘，我听说他们要去仙界啊。雪越过一战，我几乎将法宝用尽。此次仙界之行，各宗门虎视眈眈，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第一步，就是重炼金幡。这是此物对你有用？竟能提高两手修为。在这儿等着，我去一趟虎神之地。只要我不进入古神之地关卡内，托森应该就不会察觉。即便察觉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也定然可以提前离开。上次我在修魔海炼制剑幡，却引动天劫遭到重创。此处是古神体内，自成一劫，天劫应该无法降临。最后一个，若我猜测有误，天劫降临，唯一的金幡怕是很难保住。可若现在停下，金幡达不到小成，威力不够，仙界之行也起不到作用。赌一把。既然这古神之地无需顾虑天劫，不如继续叠加禁制。兴许金幡能一举达到中程，届时必定威力倍增。以我修为，这金幡离中程还是差了一步。也罢，此后金幡中程时引发的天劫，或可以成为我在生死关头的杀手锏。此
此法宝为混元取手圈，世间任何兽类都可被收服操控。只是使用此物会耗损灵力，收服的兽类越强大，耗损灵力越高，需量力而行。若能再收服一只妖兽，也算意外之喜。若找不到，再离开也不迟。灵兽怎么都不见了？皇上！不对，这蛙兽不是皇兽，只是上品灵兽。能与皇兽一较高下，真不简单。这蛟龙好厉害，主子收了它。以我现在的修为，还无法收服皇兽，上品灵兽倒可一试，但能否在皇兽面前离开，就得拼一把了。若不想死，便不要挣扎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这蛙兽着实厉害，锁住的一瞬，体内灵力差点被他吸光。原来此兽就是离蛙。混元驱兽圈应是定时吸收我体内的灵气，维持灵兽的锁定状态。以后要提前输送灵力，否则一旦大斗中出现这种情况，危险至极。他俩怎么打起来了？够了！我要在此调息，都不得造次。哎呀，都6天了，这两个家伙有完没完？完蛋了，主子醒醒啊！来了个大个的！
下来去哪儿啊？域外战场。今日是武文国域外战场通道开启之日，望我国众精英能抓住此次机会，让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多谢使者大人。这是这么多幽魂，域外战场崩塌了，怎么回事？那有人，他是怎么进去的？那位道友恐怕凶多吉少啊！晚辈孙文，参见前辈。参见前辈。此为何地？回前辈，是武文国。怎么看到此人，有种遇到家族老祖宗的感觉，太可怕了。如今进犯、灵兽、魔头，与上古法器均已备好，就连那3把剑鞘，都被我以元神祭炼。现在，只差最后一步。好了。这些年，那3把剑鞘先后开始祭炼，就连当年上古修士的法宝，也颇开了为我所用。可唯独在修魔海内得到的此物，我一直看不透。开启喽，小家伙，你可得好好用老夫借你的草帽，否则怕是小命不保哟。爷爷，你继续讲呀。继续。话说多年前的一场意外，却让众古仙惨死，仙界也化作无数碎片。可修士们并没有放弃。每当仙界之门再次开启，拿到鱼鼎的他们还是会一拥而上，寻找残存的宝藏。
竟能将仙界之门破坏至此。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掌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那个人该有何等神通？先在平台上打下禁制，再在其中设下恢复阵法。这样若在仙界受伤，出来后也能迅速调整自身状态。没想到此处平台还有这般作用。让开！道友，请离开此处平台，另选他处吧。佛祖，化身后期，多有得罪。修为莫测，不可得罪。小兄弟，来和我一起啊！怎么是他？真恶心！还是找个修为低的吧。区区化神初级，现在就暴露异境，不自量力。不过一看这小子就难缠，要不还是选他吧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雷霸！这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此鼎名回，在特定的区域，只要心念一动，需一炷香的时间记起后，便可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这便是仙界。就这个吧。灵石，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可惜了。此地完好之时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仙界之气，比天地灵气精纯无数倍。谁料这仙界破碎，仙界之气也消散殆尽了。到底是何等神通，竟能将仙宫毁灭至此？当年仙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欲知第五仙王，自与天华仙师。哇，仅一个仙室的仙宫就如此豪华了，那仙王的居所得多气派呀！丰碑理应放在宫外，以示众人，而今却安在宫殿深处，实在蹊跷。此处有禁止波动。仙界之气。
仙界之气，需用自身元神炼化，形成结晶，方可储存。住手！此地是我大罗剑宗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发现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大罗剑宗必将追杀到底。雷王，荒谬！这仙界之地，何时成了有主之物？去！大罗令箭，乃是大罗剑宗7剑之一的顶级灵器，哪怕是同等级修士，也可用剑气斩杀敌人。此人明明看着不过化神初期，可光他这雷瓦，也是化神中期顶峰。此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仙界破碎，仙宫阵法虽然被毁坏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运转功效。时间久了，会自动收集一些游离的仙界之气，转化为一丝纯洁的仙气。你大罗剑宗发现此事后，以石碑掩人耳目，每隔一段时间派人来此，固定采集。我说的可有错？不行，我不是此人的对手。这么一点仙气结晶，依然相当于几乎半个赵国所有灵力总和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全力以赴，拖他一时。等着吧，等我找到师兄后，双剑齐降，你绝对无法走出这仙界之门。想跑？在仙地以传送阵通行，这宗门好大的手笔！这化神以上，元神不灭，肉身不死。你我同为化神初期，你灭不掉我。待我头门一声改造。此宝名曰赤金铃，曾是一名上古修士的本命法器，炼化元神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求求你，手下留情，放了我！无人之处混血！完了！待他的储物袋到手，整个大罗剑宗的传送阵，岂不都为我们所用？主子高明啊！炼化此人元神还需时日，此事急不得。可惜了这些万年仙木，若是并未枯萎，每一个都相当于是万年之木，用以木雕，不知能增加多少倍威能。那是洞府。洞府虽然早被搬空，但这残留的仙人禁制，却对我有所裨益。将来依次打下第999组禁制，便可将锦幡炼成中成境界。此山存在已久，我必定不是第一个看到此字的人。但今时今日，此山依然存在。即便下面真的锁着仙人，也不是我能插手的。
时日已到。哇，这么多极品灵石，主子，这下我们彻底发了！喂，拿命来！你早有准备。若非想保全这把剑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宝剑里刻画的数百组剑指，与今反倒是异曲同工。我大罗剑宗共探得仙界碎片之地37个，其中均有门派传送点。凡持此剑，以极品灵石开阵，便可任意往来。此剑干系重大，绝不许落入他人之手。此处已然被彻底摧毁，完全不像是有仙界之气残留。大罗剑宗怎么会专门在此设置传送阵？有人！知道了。今年不知有多少仙人。是啊。虽然栩栩如生，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生机，想必是某种幻象。这是往日的仙宫。昨日地波仙子跟我共奏了一曲，怎么可能啊！九霄同醉，干！姐姐，再舞一曲。好似天地之力尽在手中，可以随意使用，并能产生无穷变化。这莫非就是仙术？以仙界强盛，怎么会毁灭至此？何人放仙剑？手掌。仙人一击，竟一闪天海。这场虽是幻境，或是机缘。一掌，仙界竟是被一掌毁灭。
你果然认识我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雪域天之娇女，谁人不知？不说，那今日便留在此地吧。这是意境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区区化神初期，不做挣扎，能有无痛之死？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他已经走了。不对，若是我迷失在这无情意境之中，恐怕从此以后便会成为一个再无情感的杀戮者。生死任凭他一念操控，一剑之下就能风动情感。这天之娇女的意境霸道如斯，若不能破她意境，今日凶多吉少。这血生于天，便会死于地。听说红蝶姑娘从凡人修炼到化神后期，只用了区100年，可这100年却是凡人一生。不知红蝶你的父母可还健在？红蝶，不知你父母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子女？若是没有，那么岂不是无人送终？人有不孝，此为其一。不知死活！你的意境太弱。他的意境没有崩溃，而是散开了。但只要杀了他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可以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血域冰清诀，以无情为道心。当年我便有此疑惑，以红蝶不过100年修行，任凭天资如何，情感不可能完全磨灭。情不灭，道心自然不稳。莫龙镜，看！区区化神初期，却懂得坏我道心，此人绝不能留住。跑不掉。哎呀，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跑！
拥有传送阵法，看来此人身份绝不寻常。而且此人道法非凡，胆大心细，意境诡异，法宝更是层出不穷，定是朱雀星上的某个5级修真国全力培养的精英弟子。这空有干物的异常，真唬住了红蝶，否则以我和他修为差距，恐怕难以脱身。一整便让我淋漓耗尽，这仙术消耗也着实惊人。空间裂缝。哎呀，上头是炼蚌，下头是岩浆，就算有宝贝也毁成渣子了。大罗剑宗即在此修建传送阵，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此地十分诡异，若我孤身潜入，过于危险。找一地守株待兔，方为上策。果然来了。三师兄，这里就是当年的仙兽府吗？没错，此地是当年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，被始祖老人家偶然找到。千万年来，此地毁坏严重。六师弟，你刚刚化神，一定要注意空间裂缝，时刻运转迷熏诀。这迷熏诀，想必是可以避开空间裂缝的秘法，在这仙界大有作用。进入洞府之内，便无法使用瞬移，一定要小心。三师兄，这仙兽府经过这么多年，想必已经人去楼空。即便仙兽之灵还存在，怕是以你我2人之力，也抵挡不住吧？千年缺乏仙界之气的滋润，这仙兽之灵若真有残存，定然是虚弱不堪。一旦找到，就立下大功。当年始祖大人就是在这里获得了一只仙气兽灵，这才统一了天遁星。如此宝地，难怪专门建有传送阵。此地仙气浓郁，当初始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仙气兽。师弟，你帮我护法，我来收取仙界之气。好。似乎竟可如此快速地凝聚仙气。六师弟，这次咱们收获不错，这些仙界之气足以凝结2粒结晶。这颗结晶你收好，如此便算是完成了门派的最低要求。谢师兄。三师兄，这是那血灵壶？没错，这就是始祖大人亲自炼制，
整个门派只有3个的洗灵壶，有此宝在手，可以尽最快的速度吸收仙界之气。上这里。师弟，你上去看看，这骸骨眉心的光团为何物？为何我觉得此物有些熟悉？师弟别怕，三师兄为你护法，大胆去看。再进去。再进3步，把头骨拿过来。追！师兄，刚刚的到底是什么？若没有认错，此物乃仙手之粮。原来此物是仙手之粮，难怪温受喜爱。但此处仙气远非修武海可比，这仙手之粮的威力也远胜当日所见。仙兽的食物就有如此威力，刚才若是被他钻入眉心，怕是现在我已然成为骸骨。区区一条仙兽之粮便将你吓住，今后你如何当大罗剑宗的弟子？若是此次真的寻到仙兽之灵，可就飞黄腾达了。用师弟性命试探，他这师兄倒是居心叵测。仙宝，我找到了仙宝！正是那仙宝的仙气过于浓郁，滋养之下，让这本是食物的仙界之粮泛滥成灾。以我修为，难以在如此数量的仙兽之粮中脱身，只能以师弟之命为我斗得生机了。师弟，小心身后！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化神终起。你到底是谁？仙宝机缘千年难遇，这仙兽之粮倾巢而出，是我获得仙宝的最后时机。仙逆76集更新完了，没看的可以去看了。是夜莺凄凉的
叹息，解开咒语，遗忘的剑被西风衣。不愧是主子，竟能想到这招藏身。这东西也是仙兽之粮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少量的仙兽之粮我尚可应付，但这一条极为可怕，万不可硬碰。这是仙人禁制。这些仙兽之粮没有神识传出，应当只是以感官在追踪，或许能以诱饵引开。果然。可算逃出来了，多亏有这些游魂。道友，在这坍塌的仙兽府内，现在怕是只剩下你我二人了。此地既已坍塌，道友不寻出去之路，为何要到在下所在之地？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孙雷。刚才的一幕，道友想必看见。不怕你知晓，孙某并非大罗剑宗之人，而是混进其中，只为杀人夺宝。道友再上前一步，在下可要出手了。此人只有化神初期，神识却无比强大。若非师门传授的功法特殊，可以搜寻强者神识，我怕是连他的踪迹都察觉不到。是了，他定也是隐藏了修为。道友，方才的洞府之中有3件仙宝，其中1为仙玉，2为仙剑，3为金色铁片。不知道友得了几个？仙兽之粮回来的太快，一无所获。动手胜负难料，不如邀请他一同闯洞夺宝。到时面对仙兽之粮，大有除掉此人的机会。道友，那仙玉是无数年来仙界之气凝结而成，可谓是无价之宝。那金色铁片，在下猜测
应该是某个防御类仙器，而最珍贵的还属那把仙剑。仙兽之粮众多，获得这3件重宝难上加难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哦，我为何要帮你？在下只要仙剑，其余2物全部给你，如何？仙剑，在下不要；其余2样物品，在下也无兴趣。那倒有异于何为？若非此人隐藏修为，该将他即刻斩杀，以绝后患。孙道友，想要在下豁出性命帮你取得仙剑，仅仅是2样空口无凭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看道友来此之前，对于半空中的那些空间裂缝，好似预先有所察觉。迷寻诀，此物是大罗剑宗的神通之术，送与道友，又有何妨？道友果然爽快，那在下也不扭捏。你3师兄储物袋内那青色的葫芦给我，我便冒险与你一趟。道友不要为难我了，那洗灵壶乃是孙某之所以混入大罗剑派的必得之物。若是道友真助我取到仙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洗灵之木。此木虽比洗灵壶略有逊色，但同样具备吸收仙界之气的功效。道友带路。那黑色仙粮，定是吞噬了那尸骸的肉身，又有仙宝滋养，拥有了此般道行。此地的仙界之粮众多，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2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粮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雷王，开始吧。九彩红烟，去！道友，你我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糟了！此刻我灵力耗尽，他若是动手，罢了。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粮面前，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
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向那畜生报断指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在下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给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仙兽之量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制守护。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非精命，也不是不可破。万物失血，不可能8息就松懈。那个混蛋！机关算尽。都是一场空，死便一起死吧！
快恢复。还请助我一臂之力，到一看便知。如今仙界竟还有这等宝地。曾兄，在下等你。此物原来是仙人刻画的上古玉简。摄神车赠予有缘人。曾兄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是你。